每件古董都有它的故事，承载着历史的变迁。中国有句古话：360行，古董为王。与其说是品鉴古董，不如说是与古人对话。宁散千金，收世间珍奇，不图贱价，卖一般平凡。古人惜物，吾辈亦然。我们刚进那个巷子，你就前面后面后面就一堆人把那个巷子给堵住了。我就是遇到过枪战的，伸脑袋去一看，外面没出去，不敢外面，下面在火拼上。开了2部车，车没气了，把车停在路边。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老外。我当时下意识的反应，我说你赶紧看一下后座。为什么说我们经常国外会买到一些东西？因为国内的艺术品市场兴盛之前，其实还是欧美是比较成熟，对吧？包括早期就是咱们流通的这些文物艺术品，流通到欧美啊、日本也好啊，他们是有系统的艺术史的，他们是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教育的。我们呢，其实都是懵懵懂懂进来的，对，都是懵懵懂懂进来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的理解认识，我比如接触瓷器第一本书就是耿先生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别的书可看，只有这本书。对。然后呢，可以看到一些彩色的图录都是国外的部分的。那个时候就是说资讯很少，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经验。在00几年的时候，应该在非典之前吧，在盐城方向有一个也是一个行家，他说，对，他说我有一个永乐的、永宣的龙纹的天球瓶，口坏了。对，今天一说谁有这个，就是你觉得神经病就不去了啊。对。他跟我一说，我也觉得他是这个东西肯定是雍正坊，我也见过。怎么可能老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呢？要么就是清代。黎元港那个文物店有过一个，也出过一个，那是雍正坊的那个天球瓶，也是肚子上有个毛病的，这我都知道。他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没当回事，没当回事。我说这个东西没有，要我也可能不当回事儿，我也没去。大概过了1年多，我就因为其他事儿去看一件东西，回来一看那东西不对。就折回的路上，离那地方很近。我想，过去一趟。老张，我说给老张打个电话，我看看他在不在。去了一个，他把这东西捧出来，真正有这么件东西。当时我一看就傻了，这东西啊，虽然是个残器啊，它的那个气势还是非常好，非常残器也非常难得呀。3爪龙，一条大龙盘的这个，对，朱鼻龙，就是典型的那个永宣的风格的一件东西。这么大个天球，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很多的东西，就无法想象那个东西。我觉得它很重，这个东西，我到现在还能体现那个手感，记得那个手感那种感觉啊。现在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可能国外有一些拍卖，有一些可能都是仿品了，拿起来都很重。那个东西你给人感觉，它有这么大一个天球，你给它绷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它一点分量都没有，非常轻。其实随着这个现在的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发达，捡漏的概率也太低，所以我们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去走？因为相对来说，我们可以打一个信息的差异。艺术品市场的兴起到今天，大家有了这么一个意识和概念，其实也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包括现在活跃的市场的这些顶级的收藏家，大家建立这个收藏的时间还是相对于西方来说还是比较短的。所以说有大量的这个所谓的文物瑰宝啊，还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所以有时候他们问我，茂良，你们是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哪有东西？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哪有东西，我们也是按照中国文物的流散的线路、大的脉络去找的。比如说这个最多的就是日本比较多，对吧？这个都知道，因为抗日战争，对吧？从中国掠夺了，或者甚至说当时也有的古董商卖往日本，包括这个欧洲、美国，为什么去伊朗或者去土耳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青花原料其实是一种舶来品。对，尤其是咱们今天刚刚提到的宣德、永乐这种青花的原料，当年都是在那个地方过来的。我们这个苏麻离青啊，就是这种塑料，其实就是从那边进口过来的。当地的人叫什么呢？叫伊朗语叫苏莱马尼，但是你能感觉到，这个苏莱马尼跟这个苏麻离青它之间的这种音译的这种关系的。今天我们再去土耳其、伊朗，你会发现他们也是自己也会生产一些青花的瓷器啊。我去伊朗看到了伊朗一些清真寺，甚至一些这个宗教派陵墓。伊朗有一个地方叫
阿尔达比勒，就是英文叫 Ardabil， 它是一个，那是博物馆了吧？对，它是陵墓，它是一个陵墓博物馆，它是一个宗教领袖一个陵墓，然后它那个陵墓啊，就是真的是非常小，你驱车很久，你很难找到一个小胡同，你进去里边有一个大的陵园，啊，一个大的陵园，然后它陵园里有一个房间，里面摆满了各种青花瓷器。尤其是它那个整个陵墓的那个天花板上，全都是掏空的一个一个像佛龛一样的一个一个龛，那个龛里过去全都是摆着瓷器，可惜今天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全部都让俄罗斯的士兵给抢走了。后来我知道有些东西在东宫，有些东西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啊，就是很多东西都带走了。当然，现在它还是留了一些的，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天球瓶，啊，我在他那儿也看到了一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直径将近1米的永乐大盘子。领口的画荔枝的大盘子，那当然其他的所谓的永乐之壶啊，那种就可能就不计其数了。为什么说那个地方有东西？其实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个陆上的丝绸之路过去的。我觉得就是，比如我们像现在比较成熟的青花，就是元青花，它最初我个人到现在还是觉得，它最初可能是接到了就是伊朗啊或者是土耳其这帮的订单，用他们的材料来做，对，是这样的。以金银器的式样，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有的器型其实都是舶来品。都是当时他们的样式在烧造，后来慢慢的，因为他烧的的确很成功，以后慢慢的，比如宫廷接受，慢慢到永庆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从洪武啊到永乐到宣德，一个关联性就是从商品贸易的角度。对，所以你看元青花在东南亚不也很多吗？但你看东南亚的那些器型和质量。和销往中亚的就完全不一样。包括我在这个土耳其赫赫有名的这个托普卡比皇宫看到了很多的特别大的这个青花大盘，包括在国内没有，对，国内就几乎就很难见到。这是我自己的分享的一些经历。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可能也经历过很多这个比较凶险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土耳其有一个城市叫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第3大城市。然后我跟我们的向导，我们2个从这个酒店出来。就是找古董店嘛，找古董店，因为你知道，国外尤其是中亚地区啊，包括这个土耳其这些地区，包括伊朗，包括今天咱们中国的新疆地区，都有一个词叫巴扎，就是这个巴扎里面就像一个集市一样，什么都有，好多的古董店其实都是零星的分布在这些巴扎的里边，一个巴扎非常大，进去以后，哎，这个通道那个通道那个通道，那我去的伊兹密尔这个巴扎就比较怪，为什么呢？伊兹密尔这个地方呀，吉普赛人非常多。而且呢，是一些叙利亚难民比较多，所以我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对，治安非常不好。然后呢，它这个城市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一条街就是天堂和地狱的隔绝，就是这个格局跟美国差不多。对，跟美国差不多。对，出来酒店，因为酒店那附近非常安全，那几乎是伊兹密尔最好的酒店了。然后出来了以后，哎，没走几步路，但是你感觉到这个气氛就不对。中国人出现，那真的是跟看明星一样看你。我们去那饭店里吃饭，就是好多人就是真的就吃着饭，一个中国人进来了，就瞬间就放下东西了，就看一下，就眼神就跟着你走，就像我们今天看见什么明星一样啊，就是那种感觉，就全场都在注视你，多少的是有一些汗毛耸立的感觉的，因为你毕竟是个陌生的环境，对吧？然后你又背着一个包，对吧？你的包里你心里清楚，你的包里是装了不少钱的，对吧？你肯定是你会。怕被承认。后来我大概逛了几家店，我跟我朋友说我们走吧，我说这个地方的气氛不太好。回酒店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结果越走越不对，我们走到了一条路里，他需要过一个过街天桥，底下是火车道。我们刚进那个巷子，你就前面后面后面就一堆人把那个巷子给堵住了，就不是说堵住了，就是站在后面，两边有很多人，可能是吸大麻呀，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坐在那墙角里。就那么看，就那么直勾勾的那个眼神非常非常恐怖，你就感觉他下一秒不知道掏个枪还是掏个什么。我们就越走越快，越走越快。突然后边那些人就加速，就开始走，就走起来了。一开始站那，后来就走起来了，就跟着你。然后我们越走越快，几乎是跑着上的那条天桥，过了那个天桥，因为过了那个天桥就安全区域了嘛。我那朋友真的是汗都下来了，他说我土耳其这么年，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后来我们就回到了酒店，问了另外一个向导。他说：“你们还好，他说你们可能就碰到的那是一些难民，甚至一些吉普赛人。在土耳其，尤其这个城市，你走错一条路，可能命都没有了。所以要捡漏还得命大。对，要捡漏还得命大。我还有一次这个丢钱，这个被抢。我有一次去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市，那个地方有个古董展，
我也是，我跟我朋友，我们到那儿租了个车，到了米兰租了一辆车，开车过去。开车过去以后呢，你说古董展我们带现金嘛，对吧？我们早上起来进去那古董展，什么都这个没买着，哎，我们就很失望就走了。开了2部车，车没气了，把车停到路边，一看是爆胎了。爆胎了以后怎么办啊？哎，正好附近有个停车场，我们就把车开进去了。开进去了以后呢，就在想打救援电话，对吧？租车公司有救援电话，我们把这胎修好啊，因为还要赶飞机回巴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老外，反正我们也听不懂意大利语，大概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帮你换这个胎，帮你卸这个胎，帮我们从后备箱里把这个备胎拿出来，在这安这个胎。那个人帮我们卸胎，卸了一半，哎，这个人说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哎，我就在想，怎么会那么巧？我当时下意识的反应，我说你赶紧看一下后座，包没了。来两个人，另外一个人把包拿走。对，所以后来我想，有可能是什么呀？有可能就是当时一个人帮我们卸胎，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另外一个人不是有一个人给你们放了钉子砸了你们。对，早就盯上去，早就给你把这个胎弄好了。因为我们刚刚租车公司前天晚上租的车，怎么可能那么巧是出问题，对吧？后来我问了意大利的朋友，几乎都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去警局报案，开了个什么身份证明所谓的啊，然后正好那赶上还国庆节，那个大使馆还放假，没有人啊，怎么办啊？然后我们就开了一张被偷的证明，拿着这个证明啊去米兰买的火车票，坐了10个小时的火车回的巴黎。到了巴黎，又从巴黎，因为巴黎的大使馆是上班的，对，好办。就我们到了巴黎的大使馆补了证件，我才回来了。但是损失相当惨重啊。这个情况不但在欧洲，在法国、美国也很多。您经历过比较这个惊险的事情吗？我呢是基本上我比较注意，因为我在美国混了好多年，然后呢我知道这个凶险，所以晚上呢我不太出门。那晚上抢劫基本上一天几十起是正常的，时不时抢个银行什么的，这个不算啥事儿。你像我们去那个像达拉斯这样中部城市啊，石油城市，一般美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它在城市的中心一般安全不太好，去稍微边的一点地方可能都会好一些。对，所以说好多人说出国，尤其是欧洲啊，像一些比较乱的一些治安不是特别好的地方，晚上都不敢出门的。是，我就遇到过枪战的，在美国，在芝加哥。是夜里面就这么就干碰到，下面听到声音不对，后来伸脑袋去一看，外面没出去，不敢外面下面在火拼啊。但是确实这种海外啊寻宝啊，其实你说我们所谓的寻宝啊，其实不光是买东西，其实也是用眼睛在看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除了买卖以外，我们其实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像徐总说吃好吃的、吃美食、看美景以外，其实逛博物馆。去看一些这些大的收藏，其实对我来说是提高非常大的。就像谷歌疫情之前，我看你一直在做游学，对吧？每年都带一些学生，世界各地的看看。就谷歌正好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经历啊。收获挺大，就像你说的似的。你看我原来也是做拍卖，我们做拍卖有一个特点，比如我们去美国也好，我们都是去固定的城市找固定的客户。现在这个身份转换以后呢，我有机会带着这些学生啊，我们能去到一些特殊的博物馆，能见到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你包括比如说，我们知道佳士得曾经拍过一个天价的一个龙冠，宣德的大龙冠。那个龙冠当时有争议。那么当时拍这个龙冠的时候呢，所引用的资料呢，就是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有一对龙屏，那个纹饰和他画的一样，但是你们可能都不知道，那个屏不是说只有那一对儿。那么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美术馆，在他库房里还见。所以我说，我们经常去看博物馆，确实有很多体会，甚至有一些美术馆的馆藏会改变一些，就是大家传统对一些重要器物的认识。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我前一段刚带学生去这个故宫，给他们讲解故宫新的陶瓷馆换展了。那么这个里面故宫的5大名窑，不是汝窑是最有名的吗？那里面有一件汝窑的，我们现在叫3足莲，都说那个尊呢，全世界就2件。那么一件呢是北京故宫收藏，还有一件呢是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然后北京故宫那个尺寸大一点，大英博物馆那个尺寸稍微小一点，但差不多。以为当时就是一对，就是那么2件，结果又发现了。那我们在辛辛那提这个美术馆又发现了一件汝窑的3足莲啊，而且呢这个东西经过上手啊，经过看，确实是东西是真品，没问题。所以这个资讯呢，后来呢传到国内，现在已经被国内的一些主流的学术机构所接受了，包括现在故宫新出的这个陶瓷馆的
展览的这个导览里面，他就明确的说这个三足莲是3只了啊。所以你们看以前的出版的书都是2只，现在变成3只了。包括故宫这个镇馆之宝的那个慈母是吧？对，以前都说是孤品，都说是孤品是吧？对啊，后来 Skinner 出了一个卖了1亿5嘛，是吧？1亿5吧？啊，对，当时我也去现场看了嘛。啊，那件当然是残器，但是后来我们也找了资料，其实那件早就有了，在那个30年代好像是对，运通公司在当时第一手是在伦敦拍出来的，然后60年代在美国好像又出来一次啊，60年代是美国的运通，64年的筑路我记得，但是其实在之前在30年代的伦敦还出版过一次，在30年代伦敦出版的时候呢，他那个慈母的耳朵去缺了一个。就没有到60年代运通出的图录时候，那耳朵已经有了，说明那耳朵就是运通他们给修复的，又补了一个耳朵。后来不是卖了那么高的价吗？薛总，您听到就是我们重谈起这些话题来以后，你有没有特别怀念？肯定是有怀念这样的生活，怀念那个时代，是吧？觉得这个过程很愉快，就是尽管有的时候不一定有很多收获。有没有一种冲动，就是想接着？现在没有机会了，现在我还有10年时间，我要。但是确实各有各的乐趣，就像您现在做拍卖，你也有我们所体会不到的。是我呢，现在也有，就是其实我做行家体现不到的乐趣。第一，我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好的、优质的这个拍品，对，层次就变得丰富了。以前作为一个行家身份，人家不会给我看，对对。但是我现在作为一个拍卖人，人家会和我探讨。我呢，现在就这几年我看到的东西是最多的。那您有没有这么多年您做拍卖经历的或经手的？比较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东西，有很多了，经历了很多，就是因为我也做了6年拍卖了嘛。但是有一件东西，我到现在我觉得就很有意思。17年卖过一件笔筒，紫檀的尼姑像的一件笔筒，最为深刻。檀月色的那个，对，檀月色这个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对，这个东西现在前2年刚做拍卖的时候，就是以前跟我拍档那个就是周总，他说啊，南京啊那个南博的老先生王登化家里边有一个笔筒。但这个人的儿子呢一直在加拿大不回来，他说这个笔筒啊是吴昌硕刻了一个笔筒，但是呢这个以前其他拍卖公司也看过，说东西不对，但是这个人坚持要100万，我说这个东西可以看看的。他过了大概1年多2年不到，那人儿子从加拿大回来了，回来有机会，他说现在100万不卖了，要200万，而且你们必须保证能卖掉。我说那你传个照片来看看的。照片来了以后我一看特别好，我说可以没问题。保证你200万，我说400万，我都自己在我自己能够承受范围，我都可以给你买，我都可以给你买。但是我们来拍卖，让它更公平，体现公平嘛，是吧？我作为拍卖人，自己不能去随便去买别人的藏品，是吧？然后拿到了以后，我也很兴奋，一看了呀，太好了。这时候后悔了，我要不干拍卖就好了。但是不干拍卖，人家也未必卖给你。这个东西应该丢掉过。他说乾隆大概29年。那个9天娘娘过生日那天，又以北京15回，然后呢又叫品风佛记，佛我们以前以为佛就老佛，就是大概是吴昌硕，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东西写的是乾隆年间，这个人不是吴昌硕，不是吴昌硕，跟吴昌硕无关。乾隆的，但是背面呢有一首诗，最后一句我记得叫谁人不是侧身来，这后面的路况叫无我，这当时我也不知道，对吧？后来我就去查资料。查那个《比丘尼传》，查什么？哎，一查到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尼姑是什么？是尚可喜的，平南王尚可喜，平南王尚可喜的妃子。她有一个女儿，从小吃素，她又看不惯，她那个家族很大，平南王有很多嫔妃啊什么的，她生的孩子也多。这个女儿就是一生，她就那个有一次生病完了以后感觉就不行了。她说你要放我出家。这个平南王尚可喜很喜欢这个女儿，他说。出家能够让女儿身体变好的话，他肯定愿意的。就当时康熙皇帝申请了一个御批了一块地给他，就建了一个尼姑庵，叫檀豆庵。这个在广东很有名。后来民国的时候，后来到解放后也毁了，这个现在已经不全了。同时呢，就陪了一些侍女跟他一起走，然后呢，把他这个妃子，他这个妃子也坚持也想出家，以后就陪着他一起接受无我姿态，就陪着这个尚可喜女一起在这个檀豆庵出家。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他当时这个人就是一种大彻大悟了，已经是吧？应该自己设计了这么一个笔筒。这个笔筒当然不能外传了，是秘传的，一直放在这个寺庙里面。到了民国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尼姑庵呢出了一个才尼，就是叫檀月色。这个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因为在那个
就是那个月份呢不好，家里都认为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出生以后会家里带来很多麻烦，因为可能就是克家里人，克将来的夫家，就是从他4岁就给他送到安利去出家了。他跟了一个师傅叫文信大师，也是一代名尼，这个尼姑也是一个文采非常好的，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跟着这个师傅学，所以这样东西背后的这个价值对非常大。后来以后呢，就是到台玉30岁的时候，广东有一个名士叫蔡守，蔡泽夫，这个人是一个大收藏家，他也是一个南社的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对吧？他经常到这个寺庙里面来，跟谭玉社2个人就心心相印，2个人就后来谭玉社因为他就还俗了，就跟着他做了他的妾。所以就把这个笔筒就带。这个应该是当时文信他的师傅文信，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他们都是收藏家，对这东西他能理解，所以文信大师就把这些东西就送给了谭玉社，可能作为嫁妆也好，作为寺庙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就送给他了。说这些东西我后来考证了以后啊，他同时来的时候还有一张拓片，拓片上有很多南社的所有的人在上面提拔，很有意思。那后来那拓片是跟那个笔筒一起？一起拍了，但是分2个标的。哦，哎，我记得那笔筒当时好像卖的很贵1000万吧，好像是。他当时我们是180万起拍，完了时候是870万入税，加佣金是过1000万了。主要它背后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是对吧？因为这个谭玉社呢，晚年1941年呢，因为那个蔡泽夫就过世了，他们最后蔡泽夫和谭玉社都是去了南京，作为南京的文史馆员在南京。然后呢，这个他们因为没有孩子，当时那个王登华先生呢就一直照顾这个谭玉社，说谭玉社过世以后啊，就谭玉社所有的东西就归了王登华。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我们也查证了很多资料，在当时民国其实就有很多出版这些东西，它的拓片的出版流传有序啊，在每一代人都能查。所以有时候说到这个杂项的这个类目啊，就是属于杂项类目。杂项类目其实文化的价值和背后的价值，其实他玩的是文化。对，他玩的就是一个文化。对，所以有时候说杂项相对于瓷器来讲，其实它弹性相当大，就是这个东西你看你是怎么理解的，它的标准有不确定性，就是看是，对吧？它没有一定的标准性。买完了以后，我们你有想过是卖这个价？这个东西呢，其实当时我想卖个几百万肯定是有的，但是没想到它能突破1000万。那谷歌之前，您从事这个行业那么多年啊，对您印象最深的一件东西是什么？是不少，确实是不少，就是确实最贵的是那个，但是拍卖最贵的呀。也不能算我一个人经手嘛，嘉德团队嘛。但你如果说是重要性上来说，当然是那个八仙瓶嘛，是05、06年那个因为当时那件乾隆的粉彩的这个八仙瓶是国内第一件过5000万的瓷器，是从美国来的，好像是对，从美国征集来，当年可能也是从上海出去的，因为上海博物馆不是有一只一样的吗？重要性来讲呢，我觉得还是当时就是我通过电话委托，当时这个接的这个上海龙美术馆刘以谦先生电话，帮着他通过委托买的那个南宋官窑的那件重饰瓶。因为如果仅从性价比上来说，我觉得那件是最好的。当然，好像很便宜。这件东西呢，就是跟扬州有很大的关联。是，它是扬州文物商店的，扬州文物商店出来的，对，是嘉德在扬州文物商店征集。不是这个，不是流程故事是什么呢？这件东西其实当时并没有人认识这件东西。这些东西一直就放在跟那个白龙梅瓶一样的，它其实它没有受到很好的关照和礼遇，对，一直作为一个明代啊或者什么的，大家没有想到这是什么，就是一直放在就是柜台上面，没有当回事儿。这个东西呢，就说到就是冯先明先生，当时是冯先生去扬州，因为扬州当时有国家文物局在扬州有培训中心，他要去讲课，就去扬州文物商店发现了这些东西，就这件东西呢，发现了以后就是把它定性为南宋官窑。所以这些东西后来才受到相应的尊重。后来在大概90年代，这个云南昆明的典藏拍卖，当时他们云南典藏跟扬州文物店一度之间，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就这些东西拿到云南典藏以后去拍了，拍的当时价钱并不高吧，因为时间比较早，就拍了2次，在云南典藏拍了1次，然后在瀚海还拍了1次。所以我就说，就是这跟人的缘分有关。就是他前2任藏家呢，虽然也有这个实力买到了，但是就是像你说的，他认识不足啊，或者说缘分不够，他没有守住这件东西。
那么其实到刘先生在嘉德那个是08年拍的时候，也是地加一口，但是就恰恰在那个节骨眼儿，因为我们知道09年以后市场就爆发了，包括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时代，大家对信息的认知马上就不一样。那么那件东西拿出来，现在可能又是几个亿的东西，肯定过亿，对肯定要过亿了，肯定要过亿了。早期是亿元级的。其实这个捡漏真的是相对的，除了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捡漏，还有一种捡漏就是认知捡漏，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你的认知超越了别人，也可以说你可能对这件东西的未来，对吧？你对它未来的判断。其实当时扬州店还出了一件东西，就是外青花内抹印龙纹的那个大碗，永乐的。其实这个东西现在下落不知道在谁呢，是那个也是非常特别，内抹印龙纹，外青花，尺寸巨大，大的那就品相。那您可以发挥您的优势找一找。应该在。其实这个东西如果再出来，我觉得也是，当时真的很便宜。这些东西也是在瀚海卖了，后来作为捧场吧。应该也是我们拍出去的，那2件当时在一场里拍的。一场后来那个碗也卖了，那个是1000万拍的，当时是1000万拍出去。是，现在想想都是。所以你说像这种在嘉德的厂子里，或者今天我们说在中贸也好，在保利也好，苏比嘉德，在我们那些捡漏的故事以外，其实现在也是有漏可捡的，就是你对这个漏的概念是怎么看的，对吧？有的人你判断的是当下，有的人买的是未来，对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吧？很多东西的价值总是会不断的发现，对很多东西的理解也是会被不断的去深入。那当大家今天的理解是这个程度的时候，可能这件东西是这样的一个价钱，可能大家再深入一下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所以说，经常就是有时候我会抱怨一些事情，就说哎，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便宜，那个东西还是便宜。为什么呢？我这个便宜不是相对于当下，而是相对于未来，对吧？你对这个东西的判断，你如果比别人要超前，你如果比别人深入的多，对吧？你用你的认知去跟别人现在的认知去拼，那你其实就是一种捡漏。那其实你说今天浩瀚的市场上那么多的明星的拍品里面，你觉得每件东西都能卖到位了吗？其实很多东西我认为也大部分其实都没有卖到位。尤其在出现极端拍品的时候，对普通东西其实是一种伤害啊。对，所以说就是说，哎，正好聊到这一季的这个拍卖了，正好咱们这节目录制的时候，这春拍刚刚结束啊。那谷歌有没有这季春拍里比较难忘的？我觉得还是这个转新屏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吧。因为毕竟呢，就是我们也查了那么多资料，这个是在流通领域可能出现的尺寸最大、品相最好的一件了。确实非常在所有的转新屏里，确实它的尺寸都能排到第2。最大的就是故宫的那件蓝地青花，然后那个十字花的那件大屏，它是73公分嘛。这个保利这个好像是63公分，然后第3的是南京博物院那个蓝的那个转新屏是60公分。所以这个在整个所有的转新屏这么稀罕的这么一个种类里，它的尺寸都能排到第2名，何况它的题材啊、品相啊也非常好。从价格上来说呢，它也确实是应该是最贵了吧？对，就是瓷器的记录了，中国陶瓷的记录。就除了那个，他们是这么算，如果算佣金，它是2.66亿是人民币。汝窑的那个洗2.9亿是港币，如果折合人民币，可能就稍微它多一点点。其实呢，这次就是春拍啊，就是其实有一件东西我很有印象的，就是其实这件东西在宣德铜器里面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宣德铜器啊，但是大家的认知目前我觉得还是不够。这件东西最后卖了含佣金400多万，对，夜场的一件，对，那个头壶是吧？小头壶，小头壶啊，这件东西非常特别，有宣德的注款。我们从器型啊。从它的纹饰、跟瓷器、跟漆器、跟石雕去对应，它完全就是一件非常典型的永宣。哦，应该是宣德本年的。宣德本年的，而且它的款对，也是宣德本年的款。那太难得了。对，非常难得。但是呢，可惜大家可能对它的这种认知还是。拍了多少钱？后来拍了400多万，含佣金400多万。那如果是宣德本年，我觉得这件东西我对它是很有期待，但结果也是让我们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藏家他捡漏成功吧。我觉得这件东西如果再出来，它完全不是这个价钱。等大家完全都能理解它，功课做得再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因为准备的有点仓促，我们的资料做的不够详实，对吧？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它的纹饰，所有人都觉得它是第一，它是明代的。但是明代的，比如像龙纹，它也有它的阶梯性的变化，它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年代，永宣到成化到晚明，比如它的龙的变化是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它的符合所有的永宣龙纹的特征，对吧？它的铜器也符合
明代铜器的特征，它的款也完全符合，但是大家对这些东西呢就没有很认真细致去给它去做研究。其实我从内心里我觉得很有信心的一些东西，但结果卖的不贵这些东西。其实东西买的就是一个认知，对吧？就是你在当下的此时此刻，你比别人认知的要多，你比别人了解的要多。但是这个认知是提前积累的，你不可能到这个东西摆上预展的时候，你突然的认知就比别人进一大步，那一定是你以前的积累。今天聊了关于国内啊、国外这些，包括这些博物馆啊，对吧？我们是要输出一种我们认为的正确的东西，对吧？所以今天特别感谢薛总啊，特别感谢谷歌。啊，就是咱们能凑到一起，好好聊得这么开心啊！这希望反正这个，咱们私下里没事也可以这个，当然现在这薛总也大忙人啊，咱们可以咱不带他，咱们可以多交流，咱不带他，还是有机会。很好，像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薛总知不知道，他们有一件至少至今反正是我的认知范围内我知道唯一一件。就是乾隆皇帝本人的雕像，我记得这个故宫好像有一张画，是一个坐像，坐像，坐在一个椅子上面，不是坐在椅子上，不是坐在椅子上，你说的那是雍正有一个雕像坐在椅子上，就是故宫呢有一幅画，就是乾隆和雍正不是都喜欢那种 cosplay 吗？对，变装，对，然后做成喇嘛做成什么其他装？哎，那件东西是乾隆皇帝呢，着着喇嘛帽、喇嘛装，一身披着就是喇嘛服，然后坐着这个莲台雕刻。但是你一看那个脸，你们都熟悉乾隆皇，就是乾隆，对，就是乾隆本人啊，非常有意思。